你有爱的存在情况下，这个家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没有爱的，就是维持一个关系，大家的讲道理。跟女人不要讲道理，你急了你跟我谈啊，对吧？家不是讲理的地方。一家打架，哇，这乌啷乌啷，多少人在那里劝的劝，拉的拉，助攻的助攻。对，现在跟你说不出好的东西来，我觉得冷静处理是最实际的。那另外一个觉得不对，你这样是冷暴力我帮你去教训他，然后你还没有等等这两个字，没有。一旦向社会求助，你是家庭的矛盾就公开化，公开化，你将来的沟通就非常困难。那时候没有离婚案，至少喝农药、跳井、上吊、跳河，很绝啊！到底是为了去解决这个事，还是你真的想让他添堵？你想让他添堵，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因为其实吵架很多过程是情绪引起的，对情绪。事情本身极其简单。你看我们朋友之间啊，能够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及时沟通一下，挺难得的。我们反正我自己觉得啊，年纪越大，交往的大部分都是老朋友嘛。所谓的老朋友，认识很多很多年的，甚至从小一块长大的，都会认为说你理解我是应该的嘛，天经地义的嘛。我想这样，我想那样，你就应该站在我这一边嘛。然后就会忽略掉沟通这件事情。你看啊，朋友之间还好，大不了咱老死不相往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伴侣之间，咱先不说有没有婚姻关系啊，就是伴侣之间。我昨天叫了个朋友过来聊一下，顺大便又喝了一下我调的酒，因为他要搬到东部去住。搬到东部去住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他就是他多年的交往的男朋友就很 close 很 close 那种，都打算以后要有未来的那种，就分手了。然后分手之后他就彻底断舍离，该卖的卖，该分的分，该怎么样的怎么样，然后他索性人都不在温哥华待了，就离开温哥华去东部了。哎呀，我就在想说，这个一旦就是伴侣关系，扯破了之后，就会影响到人生轨迹，那是对吧？因为朋友之间大不了咱就是缺个朋友吧，反正我这一辈子也没少经历这种事情。我一直是非常钦佩，特别是现在哈，非常非常敬佩阿公跟阿婆的，就是沟通的方式、方法、节奏，好等等。太悬了，这说法。不单单是我绝对相信我们阿婆的粉丝也好，现在我们的花田去世的粉丝也好，我们的观众也好，都肯定是觉得，哎呀，天生一对呀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但是我的感觉啊，是两个不同的生物，不同品种的生物要在一起生活也好，相处常年的相处也好，就是 long term 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关系也好，其实那么不同，那它中间他们的纽带是什么？语言。比如说他是小狗，我是小猫，我小猫要学狗叫，你小狗要学猫叫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是阿婆的认为啊，你知道，因为你们应该不知道这个猫狗的这个出处，我知道，我也没跟你们讲这个出处在哪。我觉得这个出处不重要，但是这个出处的起因，它的论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认了，我们要认，猫狗是不同的，猫狗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，它明明是不同的，你必须搞明白，你是猫，我是狗，然后你觉得
不可理喻是吧？认了，因为他是猫，我是狗，你应该认了。他的真正的论点理论是这个，但你看阿婆说出不一样的话，就是阿婆要学对方的那个，其实每一个人他自己有自由密码吧，我觉得哈，你看啊，两只狗之间，我讲皮皮跟卡里之间，它两只狗啊，它自己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哈，就是敌对，这么吵，然后呢，卡里是这样，卡里小啊，但它很厉害，他会先把那个皮皮的头先给它摁在那，先制服它。好，几次以后，皮皮就知道啊，你不过就是玩笑，所以他每次转过头啊，骂他一句，然后就好了，所以你看，它是一个过程演变。现在两个可以头对头在一起睡，原来你别靠近我啊，互相就污了。他现在经常在一起了，他就头对头。那就较量过之后，一定要较量。你说没有较量，就是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我现在就偶尔叫一声。阿婆的问题是没有较量，一开始就非常非常好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都得叫一声。很现实哈，很现实哈。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夫妻关系什么，他就会说，我30年从来没跟我先生红过脸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？你觉得他不正常是吧？我没觉得不正常，但我倒不是觉得正不正常问题，是我可能会隐隐觉得它不一定是件好事。就如果从来两个人完完全全，因为可能30年，对，因为可能是这两个人跟我讲30年反过来说，其实互相可能没有，反而我觉得是两个人没有太重视对方，或者是说，就这两个人刚巧都是那个对于。刚说没红过脸嘛，对吧？对于红脸这件事情，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缺失的。他们可能用别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，而不是用红脸这个方式。对，要么就是用别的方式。直接动手。因为我，这个超越力有点我接不住这个东西，接不住，人不要这么快乐，不要那么快乐。我们现在在讲很严肃的话题。对呀，怎么？对呀，我倒是觉得他们其实是特别有效的沟通。你说你不需要你有见过他们俩你告诉怎么沟通的吗？我没见过，没见过，但是但是我这是他还自是个秘密己说的。但那是一句什么话的？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对，不是，我就说你信不信，有没有这种状态？因为但个别肯定有哈，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不太可能。但是我不敢武断的、绝对的说就没有这种情对，况。我也不敢讲这个话。因为世间的这个真的是，对，你多少东西你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没，至少说个玩笑吧。那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一定脸红，没不可能。哦，那个脸红，那是害臊。就是，其实还是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很想请教。本来后来机缘巧合，就是我们就走开了，就没有就不在一起了啊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如果我真的很想去。说不定是他们俩之间有过一个协议，人家外面人问我们俩关系好不好，一定要用这句话来回答。对啊。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人家夫妻之间的或者伴侣之间的内部情况，只有他们俩自己最清楚。至于他们要坦白多少，公布多少，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。不，我的点是我想知道，就是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沟通，人到30年都不红脸，因为我觉得很难。就是说你会，因为比如每个人都自己在成长，曾经都是一个小幼苗，然后有很多棱角或者怎样，那都是需要在一个在不同的土壤里面长大的小苗苗。对，然后就是磨合的差不多了，大家知道我跟你吵也没用，就像我卡里跟皮皮就知道，反正吵也没用。那人也是啊，可能后面因为什么后面不沟通呢？就你说是不是沟通？
有一种就是我压根就不沟通，你就是狗，我就是猫，我不需要跟你沟通。那就不存在有效沟通，就连沟通都不沟通。对呀。我觉得对啊，那不对啊。对，就是有一个说法哈，就是这个猫狗理论的当事人哈，就是他的说法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要让我愿意跟你沟通，前提是我对你有爱。我愿意跟你沟通，因为我想让我们两个人更好，过得更舒服，相处得更好。我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更好的期望值。那比如说我对你之间已经没有爱了，那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可以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我刚会往那个方面想？30年如果完全是不是他们本身之间，从第1年开始就是这样的感情，并不是想象中的倒过来，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深爱对方，而是因为当你深爱对方，就会在乎对方。对方某些事情，比如说你觉得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求上进啊？你怎么样？你是因为在乎他，你才会要去管他呀。然后对方才会跟你，对吧？不开心啊，因为你举个例子，你自己在那边摆烂，对吧？那是你对自己不负责，但是你不会去恨你自己，你可以跟你自己妥协。但是另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爱你，他觉得他认为要对你负责，他就会不停的去告诉你，你不能在家躺平，你要干嘛干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只是拿这个举个例子，当你真的爱对方，你反而会因为这些事情而会要去。对，当你如果30年都没有相敬如宾，所谓的相敬如宾什么，那可能会不会是倒过来？他们其实并不这么在乎对方，你怎么样也没关系，我怎么样也没关系。 open relationship。对，那可能那倒没有，我也不是说这么极端啊，都没有，此话严重了。因为我只是觉得哈，有一开始说好行婚的。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？那他们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我现在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赞同像说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讲说他感情不好，已经那样子的不合适的啊，就是说算感情比较好啊，两个有爱啊，那这样的争吵呢，往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乎彼此，就是在乎嘛。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一句话，比如说。你怎么，哎呦，我不愿意在你心目中我是这样的形象，那么我就会跟你去argue。我也见过有的夫妻，就是其实他那种小拌嘴哈，在我看来他是很有情趣的，就有时候我们俩听了就哈哈笑，有时候特别有意思，就那有一些小拌嘴很好玩的。你别看了快吵起来了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情调哈。其实它也是一种情调，就是有的人的方式。就是用那种他用拌嘴的方式来沟通，拌嘴的方式沟通的，很有意思的，没有一概而论。就是我之前我会一直认为说，就有很多心灵鸡汤嘛，就是告诉你，你看你不要用访问式的，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拿起来？比如说这个满桌子都是这个东西，那我一进来看到这样，那我就说，咱们把这个收起来吧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，是吧？那来吧，帮我把这个收起来一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。那如果你用另外一个，干嘛你不把它收起来，摆的到处都是？这也是一句话啊，这也是一种，就是正常的，大家是这么讲，是这么来说，夫妻就不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个，最开始不要用访问。这是很多人在说的这个事情。我的感觉这个夫妻也好，伴侣也好，好吧，这都不是一个短期的关系。从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碗放在桌上，说的那个话术，和1年以后碗放在桌上说的话术，和10年以后碗放在桌上说的话术，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是吧？是的，如果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就是怨妇一样出现在这个男人面前的话，我相信没有这个长期伴侣的走下去的可能了，已经。就是你想，就是这个月说了，下个月还想再说同样的话，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很多的情况下，就是伴侣之间没有办法有效沟通，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时间岁月的沉淀之后。刷掉了很多的东西之后，变得你没有办法再跟对方沟通，或者是你觉得已经沟通无效，
就当然现在年轻的人肯定是更在乎自己感受的情况下，这种问题就更少会发生了。就从一开始你就屌成那个样子，不好意思，马上分手，对吧？就像你都不说，都不说也有问题。哦，我有经验，可能是我话太多了，然后就遇到的人都是偏话少的那一类。当你很着急想要解决一个眼下的问题，或者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一定完全是对方的问题，可能跟我也有点关系。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作了，怎么样？我就作了，怎么样？我为什么要作？作你得给我一个答案。然后他不说话了，那就等等呗，让你的子弹飞火。我的理解是这个沟通有效沟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合不合适这个方法。就像阿婆，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肯定有讲过的，就是说你如果发现有问题，一个事情，我们必须马上解决掉，必须马上掰开了揉碎了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这是你的。就我性格，我不然晚上睡不好。好，那阿公说，我累了，我现在要睡觉。等等。对，所以这情况下就有这可能了。因为一个是阿公现在让你等等。对。那让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要问一下？没有，我会怎么做呢？对，假设说你现在要掰开揉碎啊，准备好了，都准备了，动作做好了，然后阿公说等等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办法就是搬一个小房子，他跑不了，就这么一个空间，坐着。他啪倒下睡着了。那不会，他睡不着。大房子也跑不掉啊，总有前后门堵住的时候。因为阿婆，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一个解决事情的方式？是你认为成立的。对。因为你有一个受者，他也同时接受你跟他掰开揉碎，他有这个耐心，对，来看着你如何把这些问题掰开揉碎，对，来配合你。他至少知道我是个讲道理的人嘛，因为我不是坐下来跟他来，因为看你下来要说什么，你下来一开始就是开始指责他，他当然不接受嘛。你真正的把问题能掰开揉碎，大家都想听嘛，他愿意听嘛，你讲的有道理嘛，大家都讲道理的人嘛。但是每一把钥匙就是开一个锁的，所以就是看你们平时的习惯。你对吧？你就比如说平时我就爱作的人，我就作了，就跟你讲了。你突然间坐下来讲道理，人家一阵一阵的不信，讲不对，是因为在这个之前，我的确是一直坚信的认为，如果是两个人拌嘴吵，一定会越吵越凶，然后说出来的话是不理智的，然后会闹得越来越不好。那最好的方式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先不聊，然后可能对等等，第二天睡醒了，两个人稍微好一点了，然后。有时候甚至于冷处理一段时候，可能两个人慢慢又对，我可能是倾向于这一方，但是我刚听你说了，我发现我忽略了另一个可能，如果你是这种性格的，你是希望什么事先今天就结束掉，不过夜，不过夜，我不想，因为我就这个性，我受不了你再跟我那边冷战，我觉得冷战更痛苦，冷暴力更痛苦，对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一方是喜欢，对吧？就是说。他其实不叫，他认为的思维不是冷暴力啊，他认为我现在跟你冲突，对，现在跟你说不出好的东西来，我觉得冷静处理是最实际的，他这么认为的。那另外一个觉得不对，你这样是冷暴力我，对吧？就盯着他，你必须跟我说，其实你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两个人本身他们的个性就没法这样用这个方式处理。不，他这里是这样，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冷，另外一个人又着急，那么着急的这个人他就输了。因为你着急嘛，你急的就像谈关税，你急了你跟我谈啊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如果要跟你谈，那我是不是要把姿态放对？因为你急了嘛，那就平时比如说像我急，我要跟阿公吵架，那我肯定亏嘛。对，所以实际上就是对方不是不愿跟你讲，而是当你那个状态已经到了他认为现在跟你讲不出理的时候。
他才不愿意跟你沟通。他还有一种夫妻关系是这样，他要去读这个女的讲出来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也许这女的讲的全是反话，或者他的这情绪，他要知道他情绪是什么意思，他就帮他治他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作，有的人就作，我就作了，他知道你在作啊，不是每个人的办法都能适用你这种，你明明在作，我跟你讲什么道理？因为没有道理，你会直接跟人讲，你跟女人不要讲道理，对吧？家不是讲理的地方。说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，其实也是一种博弈。你没觉得？它也是一种博弈。那还有，如果你急的人，我就觉得你急的人你自己怎么办？你遇到这个事情，你是要去赶紧送上门去跟他讨价还价，来，而且同时还知道了，就谁先着急谁就输了这个道理。我告诉你，又急出去吹风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走一圈，或者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灌一下，你会降温很多很多。就刚才的那些情绪，因为其实吵架很多过程是情绪引起的，对情绪。事情本身极其简单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阿婆，我顺着你的这个故事情节走啊，就是急的那个人很理智。觉得我急，我也不能在你面前暴露出来。我是因为我只要暴露出来我急，我就输了。好，出去了。吹了个风，对吧？吃了个冰激凌，凉透了。然后那个人就送上药就好了嘛。啥？没，他说感冒了，他感冒了。你这个处理心情是用物理方法。然后那个不急的那个人就给你买感冒药。送药就是化学方法。阿婆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不急的那个人会给你买感冒药呢？他可能不急那个人直接，他可能心里面想想就算了，恶毒的他可以嘴巴上活该。有可能的，真的有可能的。那这样这不是你自己自找的吗？这是你自找的。那就实际上就对。而且我们假设说没动出毛病，没生病，好吧？好，你哭荡，哇，一修炼，一孕期，这事儿今天晚上算是过去了，对吧？因为咱们在博弈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对方，叮，你的承受能力很强嘛。处理好了，明天再干。你的承受能力很强嘛。那我以后就更不用在乎你的要求，或者是你想要跟我沟通的欲望。因为你忽略了一个东西，我们前面跟向讲的所有都有个前提，对彼此还是爱的，那哪舍得呀？你要说我们家老头出去吹风，吹完鼻涕一脸鼻涕回来，会不忍心？我不忍心的，因为我赶紧送上热茶。哪里拿把砂纸给你鼻涕擦掉？哎呀妈呀，还为什么还用砂？因为的确，你如果连彼此都不爱，其实你就不存在这个。那不存在，因为根本没有前提都没有，也不会吵。但是阿婆，有多少伴侣，他们在很多年之后，若干年之后，已经不能用爱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他们顶多可能用一种我们是亲情关系，亲情也够，亲人关系也要嘛。你跟你妈还整天吵架，就我说我跟我妈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又说你妈，改了。因为如果这个问题是个问题，中间只要有爱，我个人觉得，都不是问题。是啊，哪怕就是互怼，对呀，都是带着打情骂俏的。对呀，我就见说的刚刚那个，对啊，这其实很好玩。它其实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成年人，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啊，无论是夫妻关系也好，伴侣关系也好，那他们之间可能已经不能用爱来形容，但是他们又想维持住现在的关系，那就认清现实。
就维持关系就好了。关系咱们就变成什么呢？咱不谈爱，如果谈爱，很多就没有道理讲。有什么道理？我就打你一下了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，我就打你一下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对吧？没办法，这没道理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没有爱，咱们就得讲道理，咱就得拎得清。那也是一种沟通吧，这也是更需要沟通吧。讲道理啊。其实就是写好。对，像这种我觉得，在这之前就想好一个，我预设一个争吵之后，一个处理方式就行了。像我之前看的那个前任2吧，还是前任3忘了，反正就是说它里面的一段情节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这两个人是酒局以前认识的。他们一吵架，两个人就开始桌上放酒了，然后就开始说啊，我们当时说好的，如果吵架我们就最后看谁的酒喝的最多，谁输。几月几号什么什么，是不是你做件什么事情？然后他承认啊，酒喝掉，然后倒过来那个女的又是，那我记得哪一天什么什么，你记不记得？然后两个人就，你感觉其实好像是，他不像是真的吵架，但是对方都知道，其实对方都有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。然后最后两个人拼完最后，你看我这里10杯，你这边15杯。那好，今天到此结束。分出胜负了。对，分出胜负，到此结束。就挺好玩的，有时候。这是他们的对，他是有这种方式，对，就是其实就是你们讨论出一个大家都能认为解决的一个方式，其实就行了。他刚刚两个人明显是分得清谁对谁错，他是共同认识，共同对但是往往夫妻吵架，他是不认为你是我错你对，就这件事上他们争不出来的，对，他是争不出个高低的，对吧？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，又是普遍的情况，就是我说对的就是对的，我说你错就是你错的。对呀，没有道理嘛，对吧？那现在就是又一个矛盾说，你有爱的存在情况下，这个家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没有爱的，就是维持一个关系，大家得讲道理，不然的话讲不通就散了嘛，就这么一个道理。那到底是应该讲道理还是不应该讲道理？请为各位大神。讲道理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不知道别人情况怎么样，我就觉得讲不清道理。这里面只有说没有爱，你才能讲道理。我是这么觉得。但是有很多人也分不清楚。就说你为什么能分得清楚讲道理？我讲给你听，就比如说是因为你们两个本身就没有那么融洽，就是你本身就说得很清楚，比如说你负责洗碗，你负责什么，他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，没有说彼此帮忙啊什么没有。对，他分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他能分得出来。那你碗没洗吧，对吧？你有问题吧？你今天洗迟了吧？你今天衣服没洗干净，他是分得很清楚的。但也不一定说没有爱，就是说，总之他其实很有爱的家庭，他是彼此是分不出谁应该做什么。对，实际上就变成互相帮忙。他在做东西，他跑过来就说：“我帮你弄。”我帮你弄个。没有，还有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做，也分不清楚。对，对啊，从来没有讨论过，只是说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，他把这些都做了。这其实是绝大部分情况。绝大部分情况。对，的确，这个情况。这是绝大部分情况。这个情况的确蛮多。对。就是说两个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那我做吧。对，其实就相当于，比如说摊了一堆东西，然后两个人其实都受不了这个样子，但是谁都不想先去做这件事，因为做了好像以后都是他做，然后就这么，然后憋到后面可能就某个人顶不住了，对，做了。而且所谓的沟通就是我所知道的吧，当你真的想要以沟通的名义去跟对方说话的时候，说的都不是今天要沟通的内容，而是过往的一肚子的旧账，一肚子的怨气，两个人都有，然后就开始翻旧账，然后就对，所以美其名曰的沟通变成了一场战争，就像那刚刚那是影视剧的，可能旧账翻到后面就吵得不行了。不，但至少我觉得就是沟通，哪怕吵架。你至少知道他的怨言的点在哪里，他对你不满的地方在哪里。
你如果觉得你既然对我这么越爱啊，我反正那算了吧，一拍两散。那如果你还有因为各种原因，或者你还有感情，你愿意在一起，那你就要去关注他为什么跟你抱怨这个点。他跟你抱怨的这个点，你有没有可能改进？是吧？那这个就是你还是要看你们对这个你们自己两个人的态度。你想走下去，你还是无所谓。有的人就无所谓，有的人就是其实也觉得自己也懒懒散散的，就跟对待家务一样，对待老公老婆一样的。就是看到这个就是哎呀你就放着吧，哎呀就随便不用整理。那有的人对待老公老婆他也一样就怨言是吧？比如说我要是他对我有什么怨，我可能会马上意识到这个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平时可能是要注意什么，对吧？那有的人就无所谓啊，怨言就怨言嘛，所以就是你的自己的态度呀。还有就是说，你如果想让他回头，你就不能把话讲太重。就我从来没见过你这种女人，你这种女人，你话讲这么重，人家还怎么回头？你是不是要给人家一点就是人家这样回头，我就是这样女人，你不是见过了吗？你怎么出来？这话说的有矛盾。没矛盾，我意思说你不要把话都说的太毒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都要留点，就沟通，哪怕遇到给人一点回头沟通障碍的时候，也不要把话说的太死太绝。对呀，因为说到无法回头，没有好处嘛。你只是嘴巴痛快了，那你说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他怎么回头？人家说了，吵架不是真的你要解决什么问题，你只是想让对方不高兴。对，这是我挂历里面写的。对啊，吵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，而是为了让对方不快乐，这就是吵架的意义。对啊，我看到了那些。只要回过头，人家跟你吵架，一定也是让你不高兴。那么越吵就越不高兴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今天的关键点，就是你要避免这个东西。你不是为了让对方不高兴。对。阿公说的这个东西说到点了，这卦里说的不是他说的。对的，我从卦里抄下来的。就是涉嫌学术抄袭。你看哈，你看真的。你的就是说你自己深想，你现在跟他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去解决这个事，还是你真的想让他添堵？你想让他添堵，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回过头也是让你添堵。对，很多人分不出来，对吧？很多情况下也分不清楚。每人在昏了头的时候、生气的时候，想的都是自己，就所有的情绪哇，自己感动自己。你就像你回到家看到一桌的碗没有收的时候，那要用哪一种句式来开场说第一句话？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考验的。如果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看人，就是说如果他平时就是这么懒，那这才是你生气的原因。你生气不是今天他没收，而是他一直就这样，然后你爆发了，对吧？但是他如果一直都很勤劳，今天突然间桌子多了，你一下子就会发，肯定你想的不是生气，你不用说我收，你今天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想你今天怎么了？对，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对，然后我赶紧收，所以是看人的，不是，就是他让你生气，一定就刚你讲的，他抱怨的一定是过往的一肚子的东西，他不是现在这个事情，他不代表什么，对不对？坐下来掏出笔记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先把这个账理一理。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当然真的很难。生活每一天不一样，你面对每个人不一样，每天心情每时每刻还不一样。对，他出现的问题是不一样，就还有你就是要去，就你生活在一起干嘛？其实彼此了解嘛，你要知道他的习性。那天皮皮肚子不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一下子心情就会，哎呦，这怎么办？啊，我下面我就要考虑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一些不耐烦啊，或者什么，那他这个时候就要去理解。哦，这时候是因为这个。如果你不理解，你还一味的按原来的要求，哦，你凭什么对我，是吧？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互相给别人有点弹性嘛。因为他都有可能，这也是很有难度的一个，这的确是，也是很有难度的，因为你想嘛，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法去说服你自己，比如说你有些习惯，你自己都知道道理，我要早睡，对吧？
我每天应该什么时候睡觉？睡觉之前不要滑手机。对对，等等这些，你给自己立了很多 flag 啊，但是你就是改不了，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想另外一半天天跟你盯着你说，你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吗？你为什么还是这样？对吧？因为你自己清楚你自己改不了，这个时候实际上没有用，对方做什么都没有用，这个真重的生活往往是什么呢？我自己改不了，还要求你啊。对，那个就很那个就这是生活中太常见的事了。对，就是自己做不到，然后他希望你做到，他其实在恨自己，然后就骂你。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啊，你尝试再去爱上你的伴侣吧。我很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次阿公做那个杏仁饼那件事情。他做什么？我做错了，就是做错杏仁饼，就是那个杏仁饼弄一摊嘛，对吧？对啊，用那个牛油一摊。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，就从阿婆嘴巴里面说出来，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嘎嘎在那边乐。然后，但是我的很清楚的一个感觉就是，就像阿婆刚刚说的，我心里面对他有爱，我哪舍得说他？对吧？你哪怕是看到回到家一塌糊涂，你也不舍得用最恶毒的话去说，你可以说，但是你是不是脑子里面得要转一下？我不想伤害，用言语来伤害我爱的人，会有这样的。这最主要，他是平时一贯表现很好，是吧？一贯像阿公一样，一贯表现难得把那些人三好学生，对，他一贯表现。所以这倒也是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每次回来都是一片狼藉，因为他一贯表现，因为他是嫌我没有弄好的人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有一天，我那天厨房收拾可干净，啥也看不出来，哪有什么一片狼藉？问题是就是最惨烈的那个现场，阿婆看到了嘛？对吧？后来还是挺好吃的。是，我们吃了，我见证过了，好吃的。阿婆打了多少个蛋啊？多少个蛋？往里面弄。不，这个就其实怎么讲呢？还真不是一件事情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的。其实你刚刚讲的，尝试着再去爱你的伴侣，对吧？如果你硬是还要跟他过下去的话，是。你不是说被这个事实裹挟的啊，我就这么走，他对我不好，然后我就这么，其实也是你的一种决定，就我决定我们要好好的，我决定我要快乐，真的是有关系的。就我今天起来，我遇到同样一件事情，那么我决定我要让它变成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信念。信念，我决定要把它变成开心事。所以有的什么事情，你比如说在处理整个过程中，你按这个套路去，就是把它变成开心的事情。你的努力吧，就自我调整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你都没用的情况下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调整的方向不对。哦，那还是我的问题。你调整的方向不对。其实我觉得网络上不管哪里心灵鸡汤有很多教你怎么沟通的方法哈，我觉得有，就是对的人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是的，不对的人你不管你怎么用，关键就这样，怪怪的。对啊，你不对人你用这方法没有任何意义，白讲了一晚上，啥也没有。我刚想讲这个话，啥也不是。前提本片仅限给对的人。对啊，你和对的人生活在一所起。以追溯到源头，就是你要找对的人。你一开始就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得要那我们把跟他吵一吵。我们就把今天的主题改一改，然后就是说你如何从一开始就判断清楚。说穿了，这不是方法论的问题，这是命运的问题。就是老天爷决定，老天爷预算好了，你要踩进这个坑，你躲也躲不了。这很宿命，这个。我们的上一代、上一代给你灌输一种思想，就是你看我们这吵吵闹闹，不也过来一辈子了吗？是。记得我们的大院里面，那个老公打老婆，那或者老婆在家大闹了一场，然后我们就在讲多尴尬，明天出来
那怎么弄呢？那后来一般来说哈，就是他们会关门哈，就是太太会在家里躺1周啊，因为事情闹太大了嘛，就乒铃哐啷的，然后就不出来不是，后来慢慢的，因为被打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互相打，打我们不知道谁打谁，这叫互殴，不能说谁被打了。对吧？回过头脸上、额头上青一块，说门昨天撞到门。每天大家都听到他们互殴了，但是这事情你看哈，他是这样，就大家都这样，谁也别笑谁，因为大家都经常吵嘛。然后出来以后，过2天他也不问，过去的房子还不像现在一套一套关起来，过去统治楼，谁干谁啊，谁都清楚的很。对，所以呢，也就成为就很像每家每户孩子都被打一样的，就好像大家也没什么，脸皮都厚。就你看，在那个生态下，它也就是这个生态的活法。现在大家都有尊严了，谁都面子都更好。谁愿意你骂我，我骂你啊？就出去。大家都更独立了。对，所以就更要求尊重嘛，对吧？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的农村啊，那是一个家族住在一栋房子里面。那房子是好几进远，很长了，对，大概有10几20户住在里面，又都是亲戚，一个姓氏，一家打架，哇天，这乌啷乌啷，多少人在那里劝的劝，拉的拉，助攻的助攻，乱讲。各司其职。那你在干嘛？看热闹，小时候看哦，加油加油，对吧？吃瓜的吃瓜的，搬个小板凳吃了瓜子。过去那个，然后来呢？过去那吵架才叫热闹，真的时候。然后来呢？早上吵到下午，然后晚上是一件事情吗？一件事，第二天同样的人吗？想起来接着骂过去，冲过去。这种台词昨天没来得及说呢，想了一晚上，憋得可难受了。那时候离婚率也低呀。没有离婚，那时候没有离婚。他在吵的这个过程当中沟通完了。乱讲。没有离婚，因为那时候中国其实那个年代离婚是极丑的事情，这逼不得已才。那其实大家也都认可了，就是夫妻吵架都是很正常的，床头吵床尾好嘛。你看过一会儿他们又好了，又出来了，对吧？那时候劝家人也多，一批一批轮着来，因为都是亲戚嘛，又都住在那个一个大房子，谁都知道你今天又吵了，明天又吵了。但是那个年代很多如果感情没有出路的，他那时候没有离婚啊，至少喝农药、跳井、上吊。跳河，很绝啊！他现在也是因为他是没有出口的，他回娘家，娘家不接受，因为那时候不接受这样的婚姻的解除的状态的。所以就说我因为比如我在我外婆那里农村哈，就时不时的就有自杀跳河的，跳。我想知道就是自杀的男的多还是女的多？女的一般是女的，一般是女的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女的比较弱嘛，就是那个社会地位比较低嘛，尤其是农村嘛，女的都是挨揍的，那有的自尊心强的他就是。跳井那个年代，跳井是最糟糕的年代，因为周边多少邻居要用这口井的水，Oh my god， 过日子的，这口井一弄下去，哇，那真是。当然，我们不讲到离婚这么严重的事情，就是说吵架的时候也是有策略的，就是说你不是光想着你自己，就是让对方不高兴，你也会不高兴。你是要给他一个出路，你讲话要有余地，你给他一个余地，大家其实都没有好。我觉得如果没有谁赢谁输的沟通，你应该是心平气和，就问题来谈。吵架虽然是沟通的一种。但是这是一种话赶话会讲坏的一种沟通，因为首先你吵架的起头是因为你不痛快了，所以你要找对方的茬去了，那么就直奔对方的弱点而去，让他不开心，他回过头一定让我自己又回来不开心，这是一定是战火升级的。沟通应该是心平气和，坐下来讲道理。但是你要家往往有时候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又来了，又回到这很难嘛，所以为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太难了？
吵架都经常的，苏南的精神就是自己解决，不能找任何人，别人一介入你就很难看。就不要找别人去介入。你说是不是嘛？比如说我今天我跟怡友说了，比如我就很气头的时候，哇，我不想跟他过了。OK， 我觉得然后我会跟你讲他好多的不好。你昨天还跟佑说了，儿子今天。然后我就一撩袖子，我去找他说理去。不是，然后好，我帮你去教训他。然后你还没有等等这两个字，没有等等，然后你至少就开始。你知道在谈论，帮我谈论，你跟我很共情嘛，对吧？你说我好理解你，哇，这个是如果我也受不了，然后你很想跟阿公去聊聊，然后一过去发现阿公在跟我聊，然后结果变成我和你，不是你们两个我们俩先解决一下。但这时候其实呢，比如说阿公这时候已经软了，讲那我们和好吧。那这个好，但是在一友那里他不是这个情况，在一友那里你们战火还在打着，对吧？那这时候你就会问我怎么样？你如果不行，今晚要不要到我这里避一避？然后我很尴尬，其实他们已经和好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又怎么说？我也不能，我只能嘴硬，对吧？所以你就是自己解决是最好的，自己你说和好，随时就和好，因为说实在，你们只要有感觉，两个人，算了，就和好了，就是说和好就和好了嘛。我觉得家庭的矛盾，我觉得从现实生活我的体会是不可避免，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。不要说猫和狗，两只猫两只狗它也打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矛盾，这是一种家庭的私密生活，不要往外传，自己解决，有能力自己解决，没有能力也自己解决。因为我最怕的就是我见过一个人哈，就是他比如说他一吵架就回娘家，那每一次就是要拖得很长，就是变成这个伤口愈合很慢，因为要变成两家，那他一回娘家，那他这边要等一段时间要去娘家请他，如果你不去请他，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了断，没有面子。对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说的这个话其实跟社会潮流是相悖的。因为现在现在社会都鼓励你向社会求助，各种社工啊都很喜欢听你这样的故事，因为怕你单打独斗不过他嘛，对吧？不用说社工了，你包括在这一边的话，有时候吵几句，还没开始动手的911就对。对啊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因为夫妻之间的矛盾，其实你一旦公诸于外部的那个力量以后，你自我的复合的能力就自然减弱，而且你将来进一步的沟通就没有那么顺畅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就像你伤口一旦撕开，那就是不停的给你撒盐，你怎么就是愈合不了？所以我说这个呢，又是一个悖论。现在这社会，你作为弱势，你受到了这个你觉得不公的待遇，你要向社会求助。但是你一旦向社会求助，你家庭的矛盾就公开化。公开化，你将来的沟通就非常困难。不看你什么诉求，我就想弄掉它。所以对，实际那你就公开这个东西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想。对，你的诉求是想他回心转意。那就不要对，不要对。如果你自己觉得是没法再跟这个，真的是没法再过了，那其实就不用考虑这个事情。对，所以你看很难啊，所以我想了半天，讲理还是不讲理，公开还是不公开？最好的办法就是乖乖的，不要吵架。有没有什么方法从一开始就能找到一个方法？其实很难，有好多都是在结婚前是装的，互相。他倒不一定是装，他因为结婚前面临的任务和状态不一样，他可以花前月下。对吧？他可以去餐馆吃饭，他没有家庭生活的那个模式。回家以后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，那生活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都不知道会变，哎呀，他越过越烦了。就是你在一开始去择偶的时候，就是想谈恋爱啊，找男生找女生啊，好。那个时候的标准，你敢说跟今天完全一样吗？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，然后在一起相处了很多年的伴侣，那可能在你逐渐的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当中，他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那一个了。
就你想想看你已经越来对自己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这女朋友带出去漂亮，然后她就是各种的会玩啊，这男生会来事儿啊，我给你送花，会怎样啊，浪漫啊，什么都那个很适合谈恋爱，他那感觉特好。但你一结婚，他结婚以后。那个生活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，你审视你的伴侣跟谈恋爱的伴侣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。你生活的伴侣，你看你今天回来，当孩子嗷嗷待哺啊，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他是看你能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。然后当你很疲惫的时候，你是希望你的先生这时候不是鲜花啦，他要能洗碗呐，能拖地啊。那个时候调酒调得好喝没有用，没有用的。说娃在哭，天，爸给你调杯酒，还给你送玫瑰，我跟你说，满手都是气气，满手都是气气，哎呦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它是一个阶段。那好，到我们比如说很老了，孩子成家了或者怎样了，那就剩你两个，哎，你这时候又想回到恋爱的感觉，你要学会送花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要求好高啊！你要陪我去喝咖啡，对不对？乔也我睡着了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刚啥都没说。没说哈，我刚才也没听。不过我们都录下来，我们回头可以再看一下。是不是？所以说不管怎么说，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里面那段话，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。他反正总结就是说，一个人在结婚以前，你再怎么爱他，多么可爱啊，多么可心儿，结婚以后，他再也不是原来他那个人了。是，肯定不是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他说的是对的，那你结婚以后你再去调整，你不能按照结婚以前你们交往那种看法、那种方式，来相处。就最可怕的就是你相信一句话，就是说。你看，你以前给我承诺，我要貌美如花，你挣钱养家，你信那个鬼话？对呀。你昨天然后说出来的话更难听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一旦实现了更可怕。对呀。就像阿婆说的，一旦实现了会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那对翅膀失去功能了。如果实现了更可怕，在现在这个社会。我昨天还跟他聊一个，我昨天在车上跟你聊哈，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就像买房子，永远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，什么都没了，那价格贵了，对吧？人也是永远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。你想，如果一个十全十美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大的可能性，你就是天天要挂在裤腰带上，因为你怕丢掉它，因为它太美了，太珍贵了。然后你就怕它丢了，那也就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。因为新的问题才这种人呢，其实现实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？首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：自己是完美的吗？对。不是。没人敢说我是。对。那你不是，你要求你另外一半是完美的，都要按照你理想的状态去呈现。但是现实生活中，你两个人一结婚以后，你就会用这种你想象的人去要求对方。其实对，他也会按照他的想象来要求我，至少要大体符合吧。他永远会有粗糙的面的不平的。对，就是对，永远没问题。但是就是大体上，我们就说之前大体只能嘛，就大都很难。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，你说你要找个你大体觉得还可以的人，都不是那么容易。对，是吧？还要然后走进你的婚姻，还要维持50年，到80年的时间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考验了。其实想通了，你就是不完美，就是一个基调。它不可能是完美的。对呀。你首先要接受，所以你吵是要吵他是一个是你心目中完美的人，呈现在你身边，生活在你身边。我们说沟通你也是要求他要做到你想象的那样。只是说沟通到最后有点像吵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声音大了。说就是这个沟通大声的沟通，对，就沟通逐渐等同于吵。就是几个点，声音大了点，话难听的点，
力气大了点啊，嗓门大了点啊，伤痕多了点，伤痕还要多了点。对吧？比如说是这样子，是的，是的，就这点区别，没别的区别。其实很多东西你想通了就好，其实都在给自己在找答案。我说实在的哈，就是说没有谁能够给一个完美的答案，绝对没有。就是我们都在给自己找答案。就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婚姻更持久？我少吵架，对吧？我吵架的时候，我吵架的时候尽快愈合，探索中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你吵的时候，因为人都会有情绪不对的时候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你经常。我干嘛经常？我教你啊，当他没有道理的时候，你跟他讲道理。当他有道理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讲爱。你知道生活的真谛就是这么两句话。我直接把绝招露出来了。好了。老公说老婆，老婆说老公，你今天不洗碗，他是因为你今天饭做的不好吃，我做的不好吃，因为你买的菜不好，那我买的菜不好，因为你今天早上说的话很难听。永远没有分界的，我跟你讲。